月年初时候啊，美团、阿里、京东这些大厂们还在纷纷喊着要 all in AI， 当时大家都以为这是要大干一场啊。结果没想到半年过去了，大厂们目标换了，全在搞外卖。开个玩笑啊，这几天的外卖大战，那叫一个精彩啊！各个平台都在哭哭砸钱啊，在各种平台的神券之下，一天3顿饭10块钱就能搞定。原价9块的瑞幸，补贴后只要2块2，还免配送费。肯德基汉堡优惠完不到10块钱，部分商品甚至直接做到了0元购啊！各家拿出的这个气势也是前所未有的猛啊！京东直接下了战书，100亿补贴，商户零佣金，给骑手5险1金，3管齐下。阿里呢也是直接扔出这500亿补贴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美团去年1年的净利润也才358.1亿。而且据说这回还是人家马云亲自来督战。当然啊，美团也不是吃素的，开启0元喝、0元吃，满25减20，满16减16，大额神券满天飞啊！反正我们这一周是吃喝都挺爽啊。你有没有想过啊，为什么这大厂们如今都开始钟情于这外卖生意呢？咋这送炸鸡、送奶茶这点事儿就这么赚钱吗？而历史上的每一次互联网烧钱大战，最后又都造成了什么样的结局呢？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一切都是为了争流量。你想一个事儿啊，现在每个网民拿起手机，基本离不开3件事：聊微信、刷短视频、买啊。特别是衣住行这3件事，现在早就全面的线上化了，唯独这吃还没有彻底上网。2024年的数据显示啊，外卖在整个餐饮行业的渗透率是26%，也就是说，还有70%多的饭啊都是在线下解决的。甭管你是怎么想的，这在人家巨头眼里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增量空间啊。而且你想一个事儿，一般人买一件衣服，他可能1个月才打开淘宝1次，但是这点外卖的频率那可是大大增加呀，1天3次都有可能。所以问题来了，重要的就是这背后的活跃用户。这里咱们可以简单算笔账啊，对于传统的电商平台来说，就为了争这个用户日活，各种广告、大促活动做下来，你知道成本有多高吗？京东去年营销开支480亿，阿里是1000多亿啊。而自从京东下场做了这外卖之后，日活直接飙涨了5000万。要知道这么多年京东的日活用户也就1亿出头啊，这次相当于一口气拉了快1半的用户进来。而且人家东哥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接说了，有40%的外卖用户点完了外卖还会顺手在京东买点别的东西。核心来了，你想想啊，用户习惯这件事儿，它才是最难养成的。那我相中谁家以后，那以后缺啥少啥，习惯性的就在他家买了。所以哪怕外卖业务是暂时亏钱的，这事儿也比花钱买流量划算多了。淘宝也一样啊，就靠着闪购业务，日活冲到了4.5亿，也是近年新高。就连美团也早就不满足于只送那炸鸡奶茶了，而是用外卖的流量反哺酒店、商超、跑腿、零售这些业务。所以你发现没有啊？对于这些大厂来说，送外卖只是个钩子，抢占流量份额才是核心。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啊，这历史上的烧钱补贴大战，咱们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嘛。那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呢？回头看啊，过去10几年，国内互联网江湖的地位和格局，基本都是这么烧钱烧出来的。而其中最关键、最疯狂的4场大战，也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。第一次是2010年的团购大战，当时网络团购开始爆火啊。全国一口气冒出了6000多家团购公司，什么美团、糯米、拉手、窝窝团，当时也是各种补贴广告铺天盖地啊。最后结果呢，就是美团吞了点评，一统江湖。从此出门吃饭啊，看评分、团套餐成为了大众习惯。第二次是2014年的网约车大战，滴滴、快滴、Uber 贴钱抢人呐，用户打个车一单补10几，司机拉一趟奖几十。那一段时间里，打车比坐地铁还便宜啊！烧到最后呢，滴滴合并了快滴，赶走了 Uber， 成为了老大，也让网约车彻底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那这第3波、第4波分别是2015年的外卖大战和2017年的共享单车大战啊！从此的打工人不再做饭了，点外卖成为了主流。
路上骑单车出行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总结下来啊，每一次的烧钱大战啊，过程中都烧掉了无数的真金白银，同时也烧掉了不少陪跑的公司，但最终呢，也都烧出了新模式、新习惯、新产业。这次同样也不例外。据商务部预计啊，2025年我国的即时零售交易规模将突破1万亿，2030年有望站上2万亿大关，年化增长15%以上。啊，这么大的蛋糕，巨头们自然不会忽视啊。不只是阿里、京东、美团，包括抖音、拼多多，现在中国市值最高的10家互联网公司里，有一半都杀入了这即时零售的战场。所以在我看来啊，这场大战远远还没有结束啊，因为它影响的早已不只是外卖行业，而是决定着这下一代互联网的江山谁主沉浮。散会。